喂。34岁的李小龙大叔卡罗，今天代表球场格斗迎战另外一个赛事的顶尖高手。今天这场比赛也是小北哥极力推荐，业余选手打出了比职业选手更精彩的比赛，绝对让你看完大呼过瘾。所以你们一定要看完。好，现在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回到比赛。漂亮，卡罗大叔一个垫步侧踹，这个背心小伙叫马高梅德，也绝对是一个业余顶尖高手。有些人会说卡罗会用侧踹腿就是李小龙招式吗？这个小北哥可没这么说。卡罗的偶像是李小龙，练习的是截拳道和巴西柔术，所以很多动作和李小龙非常的像，粉丝们就亲切地称他为李小龙大叔。卡罗低扫腿，现在比赛已经过去了1分钟，大家仔细看卡罗的动作和李小龙真的非常的像。哇，这一招和李小龙也非常的像。马高上步后直拳打中，双方换拳，卡罗又一次被打中。哇哦，漂亮！马高下潜躲闪，后直前摆，两拳命中。马高地面砸拳，裁判终止比赛。卡罗大叔立马就起身，感觉终结有点早了。阿萨莱克冲上来对裁判表示抗议，双方之间的意见出现了一些分歧，产生了一些小的冲突。卡罗大叔也表示自己根本没事，完全可以再打。在双方理论的争吵声中，裁判决定再给他们一次机会，马高也表示赞同。现在让卡罗大叔躺下，回到之前的位置，双方简单的碰拳，比赛继续。马高不想给卡罗任何机会，走上来就暴力砸拳。卡罗想锁马高的腿，马高迅速转身，现在来到一个侧面压制的位置，马高侧面连续砸拳，看看李小龙大叔能不能顶得住。哇！现在卡罗被马高连续砸拳，要被终结了吗？突然卡罗一个下位踢腿，居然把马高打倒在地。卡罗抓住机会迅速起身，反击砸拳，转换把位，侧位控制，把马高摔倒，右手插进马高的脖子，背后裸脚看看有没有。卡罗迅速拉背，哇，这个背后裸脚已经成型非常紧了。马高拍手认输。现在全场都沸腾了，小北哥的心情也非常的激动。李小龙大叔的这套组合反击真的是又快又准又狠，卡罗仅仅用了15秒钟就完成了逆风翻盘。看这样的比赛真的太过瘾了，就感觉像是在看动作电影。爱格斗爱生活，请关注小北格斗。就在刚刚，泰森来双方平局，有了一番战的平局，二番战自然就顺理成章。这场比赛发生在2020年的2月份。泰森·富里在第3回合和第5回合2次击倒了维尔德。普通人对战格斗选手的后果是什么？看这个黑皮肤小哥就知道了。当然，今天的主角并不是他，而是这位 UFC 女子选手米莎·塔特。事情的起因是4个社会青年来到了塔特所在的拳馆，扬言要挑战职业格斗选手。拳馆派出了女子选手米莎·塔特。说起米莎·塔特，老拳迷肯定不陌生。米莎·塔特凭借姣好的身材和相貌，俘获了很多男性拳迷。而她在一次比赛称重的时候，全果上阵，才刚好通过了称重。米莎·塔特职业生涯中最辉煌的一战是在2016年3月 UFC 196，米莎·塔特对阵霍利·霍尔姆。米莎·塔特最后90秒成功翻盘比赛，背后裸脚降服霍尔姆，成功夺得 UFC 女子重量级冠军腰带。今天来的这4位社会青年，应该就是纯粹意义上的健身搏击爱好者，都有参与过系统的训练，但是有几个看上去还是挺结实的。米莎·塔特和4位挑战者都在热身，这2个小伙似乎是玩嗨了啊！还有一个居然爬上8角笼，搞得自己已经打赢了一样。这家伙居然要挑战嘴炮，搞得拳馆里的陪练是哭笑不得。好，现在比赛开始，今天是车轮战，规则是巴西柔术。这个断头台把整个小伙子都提起来了，可见米莎·塔特的力量有多大。米莎·塔特笑着背后裸脚，
总之，米沙塔特现在是各种摔各种锁。木村锁。背后裸脚。由于现在对手是4个人，而且是轮番上阵，米沙塔特的体能有所下降，但是对付这些小菜鸟还是绰绰有余。可怜的4个小伙被米沙塔特锁来锁去，简直毫无招架之力。这还没有动拳头和腿，如果真的走进八角笼，或者是在街斗的情况下，基本上20秒一个是没有问题的。而且这还是女子选手，中国拳王徐灿也对这个问题发表过观点。但假设真在街头上遇到一群人围攻，多的不敢说4、5个问题不大，那要换成一个一个上的情况，我们体能打40分钟没问题，然后平均30秒上到一个。今天这4个小伙运气不错，来拳馆挑战居然遇上了美女。虽然被美女一顿揉虐，但是看得出来他们都没有受伤，而且心情也非常不错。如果换成是你们愿意和美女塔特来一场比赛吗？请在评论区发表你们的观点。爱格斗，爱生活，这里是小北格斗频道，我是你们的小北哥。喜欢小北哥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UFC 职业选手和普通人的差距到底有多大？今天有3场比赛给大家解说，应该来说明这个问题。第3场比赛最精彩，也许你要和我杠，普通人那能代表什么？今天这3个普通人可不是一般的普通人，有身高2米多、体重400斤的世界大力士冠军，有职业举重运动员，也有业余拳击的天花板。大家别着急，慢慢往下看。这个戴着粉色拳套的，想必大家都认识，2次 KO 嘴炮 ，UFC 现役轻量级种子选手，钻石达斯汀·普瓦里尔。这个被他压在身下的巨人叫布莱恩·肖，他是世界大力士冠军，733磅石头升降机世界纪录保持者，身高2米03，体重400斤。中国有一句谚语叫胳膊拧不过大腿，但是你们看布莱恩·肖的胳膊是不是比钻石的大腿还要粗？但是你长得再壮也没有用。巴西柔术就是以柔克刚，以小博大。钻石轻松的降服了这个400斤的巨兽。如果你要说这也不能说明什么，钻石的实力太强了。那么现在我要用第2场比赛来说服你。没错，视频里的是 UFC 女子草量级初代冠军饼干姐卡拉艾斯帕扎。先说说卡拉，等一下再说她的对手。卡拉前段时间击败了严小兰，大家都知道。但是卡拉的巅峰期应该是2014年12月12日，卡拉击败玫瑰罗斯，成为 UFC 草量级第1届冠军，而且把当时的玫瑰罗斯打哭了。卡拉在第3回合3分35秒背后裸脚，成功降服玫瑰罗斯。卡拉也成为了 UFC 历史上第1位女子草量级冠军。这位是卡拉今天的对手，他叫巴特，是一名职业举重运动员。你看他今天举的这个重量应该超过了150公斤，这个男人的力量还是非常强大的。这家伙在国外粉丝也特别多，平时也爱好练练格斗，虽然水平很一般，但是他的身体素质根本就不用怀疑，有时间的时候还要去练练摔跤。他今天居然戴上了分支手套，要来挑战 UFC 职业选手。卡拉打比赛的时候是女子草量级，体重是115磅，也就是52.2公斤。那么他在非赛季正常体重应该是在65公斤左右，而巴特的体重在90公斤左右。而现在比赛开始，卡拉步步紧逼，巴特出拳反击，卡拉高扫。很明显，双方都是收着力在打。你们继续往下看。卡拉下潜抱单腿，把巴特摔倒。卡拉来到侧面压制，卡拉想做骑乘，卡拉成功拿到骑乘位。卡拉现在是假装上位砸拳，在这个时候如果真正发力的话，巴特已经被终结了。巴特侧面转身想逃脱，卡拉想拉背，现在拉背成功，背后裸脚看看有没有，已经很紧了。巴特拍手认输。巴特的鼻子在流鼻血，应该是刚才打站立的时候不小心打到了。看到没有，体格小这么多，还是女子选手。现在还有没有人要挑战张伟丽啊？张伟丽也是这个量级的。巴特现在是心服口服。卡拉说：“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打到你的鼻子。”好了，我们再看一遍，应该就是这一拳。其实卡拉已经收着力在打了，造成的伤害还是比较大。巴特表示以后再也不挑战职业选手了，女的也不行。今天的第3个故事 ，UFC 重量级排名前3的选手保罗·科斯塔，今天挑战他的是大网红罗根·保罗。罗根·保罗虽然是网红，但他的拳击技术还是非常好的。
大网红的面子果然足啊，居然请来了 UFC 金牌主持布鲁斯·巴菲尔。罗根今天带着厚厚的护头，规则还是拳击规则。保罗的实力还是非常强的，之前他还 KO 了拖鞋粉阿斯科伦。罗根今天是过足了瘾啊，看得出来保罗科斯塔并没有使出全力，罗根保罗打拳可没有收着，保罗科斯塔一记后手拳，轻轻松松的把罗根就 KO 了。两人的实力差距到底有多大？看官老爷们一看便知。由此一战，相信罗根以后找对手的时候肯定会精挑细选了。爱格斗，爱生活，这里是小北哥的频道，我是你们的小北哥。喜欢本期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